sustainability in a broad sense. 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第6天呢。今天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也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变，那就是脱离一些东西。我们早上拆了帐篷，然后又搭了一个住所，原因有2点，一点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帐篷里一直睡在地上，也不觉得是特别的舒服。我们这个床呢是离地的，所以说呢睡着应该会比帐篷舒服的。然后我们这里还可以通风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太过于享受了，然后总觉得自己太懒散了，因为我们心里是觉得我不用做什么，我手里还有很多物资，我不用担心呀，不用去想太多呀，所以说导致我们这几天也没有做什么自己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。我现在要把我们觉得不必要用的东西全部都运出去，比如说这个渔网，还有大米，还有这些气儿罐，还有这个卡式炉。我觉得有必要剩下的东西就是这个辣椒，还有调盐，还有一个面条。这个面条呢，我们留着备用。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不行了，或者说急需了，就用它，或者说寻求朋友的帮助。因为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挑战，但不是一个冒险。我不想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，也不想和以前那样那么惨，然后展示给大家。想了想，还是把这瓶油留下吧。然后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做饭用的东西了，油啊、盐、面条，还有椒盐、烧烤料，还有一个锅、2个碗，还有壶。有了这些，我们2个基础的生活保障还是有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想每天都生活得很好，吃饱，那就需要我们2个好好努力了。这就是我们基础的生存工具，刀子、鱼钩。之所以留鱼钩，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潜水的话，在那里简单的钓鱼，然后再拍下水下，那种感觉非常棒。这就是我们的厨房新样貌了，那里可以存放干柴。这就是我们2个暂时睡觉的床了。回头的话，我还希望就是改善一下，我们2个在外面搭一个离地的小房子啊，或者说吊床之类的，应该比这里睡着更加舒服。这是我们的衣服、设备还有充电装备。把衣服换了，开始努力了。海水泡过的衣服多少还是有味道的。这里太多的垃圾了，我都感觉我们2个是在荒岛拾荒呢。这些干柴都要装起来，以防止这个地方要下雨的话，我们有储备。好多木头。刚刚收集了这么多的水，也就够我们用1天多的吧，然后还有一点柴。这个沙滩上的水几乎都被我收集完了。我想接下来我还得去努力探索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淡水坑啊以及泉水啊，要不然我们真的寻求帮助了。在这里生活呢，就是折腾，越折腾的话，就会觉得过得越充实。海是充满了各种神奇的，你需要不断的去探索它，就会发现很多你认为的新鲜事物。记得第一次探索水下的时候，一个海胆海参都会让我无比的惊讶。今天浪很平，所以我扩大了搜索范围，果然还是有些收获的。
这是我刚刚潜水找的东西，有佛手螺，还有鲍鱼，还有这种螺，还有这种螺。虽然说不多吧，但是比起昨天不好多了嘛。等一会儿退潮，我们再继续赶海，争取今天晚上能做一个海鲜的火锅。我要制作个鱼叉，等到退潮的时候叉鱼叉螃蟹。个人感觉，你要把鱼叉制作好的话，效率是非常高的。因为我曾经用它叉过很多的螃蟹，还有鱼。一定要拿火烤一下，来增加它的硬度。一个结实的鱼叉就这样做好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刚好退潮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螃蟹都出来了，我决定试一下运气。一条八爪鱼！哇！这个东西它还在里面蠕动呢。哇！它看起来很怕灯光，而且它的身子上面有刺啊！刚刚小刘就被扎到，然后特别的疼。可能这条八爪鱼就像我们的幸运星，接下来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螃蟹，也顺利的插到了一部分。当然，这不是神枪，没有百发百中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抓到了，有一只。你看，这一个猫眼螺还在这里吸着呢。进去了，还不小呢，是吧？哇，这就是我们两个今天的收获，现在就把它们煮了。我今天被章鱼咬了一下，我第一个吃的就是它。我沾点辣椒粉，沾一点烧烤料，沾一点孜然。确实是非常充实的一天。今天呢，证明了一点，就是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通过努力，我们获得了自己动手得来的最舒适的住所。当然呢，希望接下来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去把住所完善。然后今天我们自己赶海呢，也获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，可能是这些天来食物啊，不说最好的，但是是最丰盛的一天了。味道可能没有前2天好吃，因为呢，今天全都是螃蟹、海螺，所以说明天想想办法去能不能在这里捕获一些鱼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自己不管是烧烤的话，还是清炖的话，都是非常棒的。也希望明天能够把淡水解决一下，也是我对接下来的一个期待。刚刚小新不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岛上是越来越黑了。我就用了一点仙人掌，给自己敷一下面膜，
我自己觉得这个仙人掌是很有水分的，睡觉。哇，我感觉敷在脸上好舒服，有好多的水分在脸上，挺滑的。但是我真的很累，我也发现自己特别黑，我要睡觉了。第二天见。